今天给大家讲解一下 i6 编程器电池检测小板的使用方法，请大家一定要耐心看完，特别是最后一段视频很关键。它支持6至13 Pro Max 之间的所有机型。我们将扩展小板直接扣入 i6 编程器主机后，它会自动识别当前小板的功能，并跳转到对应的操作页面。现在我们就拿出一个 XS 的电池，给大家详细讲解一下功能操作。扣上电池后，会自动读取电池数据信息，也可以再次点击读取数据。我们讲解一下循环清零，就是将充电次数修改到0次。按下循环清零按钮，大家注意查看循环次数的变化，稍作等待会立刻变成零循环电池。现在充电次数已经被清零了。我们按下切换键就会切换到不同的功能选项。循环修改就是任意修改到自己想要的充电次数，输入自己想要写的充电次数，点写入数据就会自动更新充电次数。健康修改就是修改手机中的电池健康系统。我们将健康度修改到 99%， 再看一下效果，已经成功修改到 99%。讲解一下备份和写入4项功能，就是备份厂家编号、序列号、健康度、循环次数信息，备份或者写入新的电池当中。再讲解一下备份底层和写入底层，就是将电池内部的所有深层数据全部备份起来，换电芯时这个功能特别有用。修复底层，当电池内部的信息写入错乱时，使用这个功能可以将它们内部错乱的信息重新修复。使用这个功能时需要特别注意，一定要保持电池连接的稳定性，修复途中不能断开电池与设备的连接，否则将会对电池造成不可逆的损坏。请问大家都听懂了视频中的操作说明了吗？如果还不是很懂，请持续关注我，我将会每天分享 i6 编程器的使用操作方法。今天给大家讲解一下 i6 编程器如何连接 WiFi 升级的操作视频。长按开机键5秒后 ，i6 编程器会开机启动加载系统。指示灯正在闪烁，说明系统正在加载中，我们稍作等待。系统加载完成后，绿色指示灯会停止闪烁。Linux 系统启动完成后，我们就进入设置 WiFi 设置页面。打开 WiFi 就可以搜索到附近的 WiFi 信号。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 ，i6 编程器只能支持英文或者数字的 WiFi 名称连接。找到自己的 WiFi 名称，点击确认按钮，通过左右按钮切换输入 WiFi 密码，如果正确密码就会自动连接。大家在这里也可以使用手机热点网络进行连接。密码连接成功后，会有一个已经连接的提醒字样。连接成功后，通知栏也有一个 WiFi 图标显示，旁边的 S 字母则代表已经连接到云服务器。这个时候就可以进入软件升级页面，稍作等待就会弹出软件版本信息。软件分为固件版本和资源包版本，如果最新软件版本一栏为红色者，代表有新版本软件更新。我们只要点击更新，就会自动下载固件版本和资源包版本，整个过程大概约3至5分钟才能升级下载完成。整个更新过程中，请保持供电稳定、网络畅通。如果下载失败，也可以使用 PC 端的 IRC 助手进行软件版本更新。下载完成后，会自动进行软件包安装。安装成功后，设备将会自动重新启动。写入过程中切勿断电，否则可能造成设备白屏。设备正在重新启动中，自动开机后，这表示软件版本已经更新完成。今天给大家演示 i6 编程器电脑端如何操作修复苹果12原彩功能。这台苹果12手机因换屏原彩功能已经失效，我们一起看看如何把它修复的。拿出原装已经损坏的旧屏幕，按型号扣上设备。打开 IRC 助手，点读取信息按钮，这里已经读取到了盖板码。现在数据读取成功后，把旧屏幕移除，再把需要修复原彩的屏幕扣在设备上。然后在平台上点击写入信息按钮，等待写入完成就能装机测试功能了。可以再次读取，确认一下是否写入成功。
现在我们就把写好数据的屏幕安装到手机上，测试是否有原彩功能。各位老板猜猜会不会翻车呢？现在我们马上开机测试一下。可以看到原彩功能已经修复成功了。今天再给大家讲解一下 i6 编程器呢，通过电脑端如何连接 WiFi。首先我们长按 i6 编程器给它开机，开机好之后呢，这个灯会闪烁，然后我们现在就是等待这个灯不闪了之后，我们再进行一步操作。好，现在这个灯没闪了，之后，我们点到设置，我们进到设置这个页面，然后就不要操作了，然后就连上电脑。连上电脑呢，我们找到这个IRC 助手，IRC 助手它最新的版本是 V1.36。找到 V1.36 的版本之后，我们第一次需要安装一个驱动，叫 CH340这个驱动。安装这个驱动，我这个驱动已经安装过了，我就不再给大家进行演示了。好，安装好这个驱动之后呢，我们点这个连接，呢，它就会去刷新它的一个 WiFi 状态。这里呢，你看这里就是 WiFi 已经刷新到了，大家有看到吧？大家只要选择自己的 WiFi， 然后在这里进行一个 WiFi 输入密码，就可以连上 WiFi。大家在这里，我们把这个关掉啊，在这里输上自己的 WiFi。输上自己的 WiFi 密码之后就可以连，这个就是比较方便啊。好，如果大家有什么不懂的呢，请再次给我沟通啊。我们今天的讲解就到这里啊。